人们提到死亡，更多的也许是惧怕、避讳，甚至死亡是人们最不愿意提起的话题。但是如果有一个方法可以减少死亡，延续人们的生命，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了解呢？大家好，我是9年级的李星辰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的暑期研究问题：如何提高中国公民的器官捐献意识。大家可能会好奇，我一个初中的学生为什么会想要研究这个问题呢？原因主要有2个。第一个是因为刚刚经历的新冠疫情，以前我总觉得死亡离我好像特别遥远，但是当我看到确诊死亡人数逐日增加时，我强烈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可贵。第2个原因是在一次的道德与法治课堂上，我了解到了一位肺移植的医生，在他的微博账号中，我被这2张图片所打动。第1张图片是一个等待进行肺移植孩子的手，第2张是肺移植成功后乖乖靠在爸爸怀中的小男孩。这位医生也是一名人大代表，他推动促进了我国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建立。当时我就心想，器官捐献这份可以拯救人们生命的事业，需要更多的人为此努力。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，我得知我国每年约有30万因末期器官衰竭而需要进行移植的患者，但是很可惜，最终成功获得移植的仅仅只有1万人，供需比例约为1:30。这也意味着其中的大多数人只能在绝望中等待着生命的逝去，或者一生残缺。为了能够了解人们对于器官捐献的态度，我决定用问卷的形式。在设计问卷的过程中，我几经犹豫，我担心我提出的问题会不会让填写问卷的人感到不适或者被冒犯。我对我问卷的措辞改了又改。发布问卷后，我一共收到了142份答卷，其中有70个人，他们都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。得到这样的数据，我和妈妈的反应有些不同。妈妈说，142个人里，竟然会有70个人都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。可是我的反应是，竟然只有50%。在和妈妈讨论的过程中，她说，如果每年意外死亡的人数中有1半的人都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，那么就已经足够了。这也让我陷入了沉思，愿意捐献器官和真正实行器官捐献，他们的差距又在哪里呢？为了能够深入地了解人们对于器官捐献的看法，我决定先从身边的人开始入手。于是我给我的爷爷奶奶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还没接通，我就后悔了。我的问题会不会让2位老人感到不舒服呢？老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应该会比我更加强烈吧。电话一通，我艰难地开了口：奶奶，我最近在做一个暑期研究问题，所以想来问问你的看法。如果有一天您意外死亡了，会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吗？我只是说如果奶奶你千万不要多想了。没想到奶奶竟要比我淡定不少。她说，其实我和爷爷在之前就有讨论过这个问题，我们是愿意的，也希望在我们死后，我们的后代可以认可我们的这个选择。我们没有宗教信仰的束缚，所以只要这能够帮助到别人，那么我就愿意。最后，结合搜集的资料和器官捐献中会遇到的问题，我创作了一篇器官捐献倡议书，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器官捐献，并且积极地影响身边的人。在聊到云谷之后，
我将原先埋在我心里的种子挖掘了出来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身边的资源，让这颗种子发了芽。在这次项目研究前，我一共经历过4次项目制的研究。在研究过程中，我了解、实践了项目研究的一系列流程，从提出问题到资料搜集，再到产出成果和最终复盘，也是这一系列流程支撑着我完成了这次的研究。直到今天，我都在问我自己，如果有一天我面临了是否愿意捐赠器官的这个抉择，那么我愿意吗？从前我的心里就好像有2个小人在打架，但是通过我对项目的研究和对器官捐献更深刻的了解，我的回答是肯定的，我愿意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人当他的希望全部都消失的时候，还愿意去拯救他人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这样的人是值得敬佩的。生命虽然有限，但是通过器官捐献可以拯救那些病危的患者，延续生命，这就是器官捐献的重大意义，也是这个研究问题的重大意义。在座的家长们，将来你们的孩子可能也会像我一样站在这里，和云谷的老师们、家长们分享他们的愿景和经历。通过这一次项目研究，让我向我的愿景又靠近了一步，只是小小的一步。在将来，我也希望能有无数个我去踏出这样的无数步，一同去拯救那20余万在死亡线上苦苦等待的患者。我是李星辰，谢谢大家。